本视频由超有钱工作室制作播出，每周五准时更新。奶奶给选的这件内衣，穿上真的好羞耻啊！木木，明天晚上我和兄弟们有个聚会，你和我一起去吧，好吗？哦，好的。木木怎么脸红了？你在害羞什么？没有，那个，我先把这些衣服收起来了。木木，看你这么紧张的样子，难道你手里的东西是我不能看的？嘿嘿。你干什么呀？别看！这些都是奶奶挑的，不是我买的。木木，我想看你穿。啊？我想看你穿。那个，我换好了。木木。荣旭，你干什么？你真可爱。坏蛋荣旭，你不是说有兄弟聚会要参加吗？聚会取消了。喂，小丫头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要来帝都了。大医生竟然亲自来帝都给人治病，是谁能请得动你这个天才诡医啊？有钱人呗，找我去治疗一个朋友的朋友。听说那个女人最近被人废了双腿和一只手。哦，居然是公家肯出大钱，还真是让我意想不到啊。什么情况？听你这语气，那个人好像和你有很大的过节啊。那可是一大笔钱啊！你要是不想让我接这单生意的话，可是要补偿我哦。哟，你这么天才的诡医，也有缺钱的时候吗？怎么，我偶尔也缺点零花钱不行吗？我看你是在国外逢赌必输，这次手术刀都输没了吧？那个，等我到了，你必须带我去好好玩一把，总是不能赢，害得我手都痒了。哎呀，我对赌博可没兴趣。靠，你这小丫头当然没兴趣了。这世界上谁还能有你有钱？谁又能赢得过你这个赌啊？反正我不管，这个活我不接了。作为补偿，你也必须得去陪我玩几把。好吧，你哪天到啊？哼，我后天就到帝都啊，你记得来接我。拜拜。拜拜。宫羽呀，宫羽，你的运气可真是糟糕啊！云逸，罗杰医生是真的已经拒绝医治我了吗？别急，听说罗杰医生过几天会来帝都，我会亲自去说服他替你医治的。云逸，要是罗杰医生就是不答应可怎么办呀？那我这辈子不就完了吗？我会再想其他办法的。云逸，如果我这一辈子都这样了，你还会娶我吗？别瞎说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秦云逸，你果然开始嫌弃这样的我了，你的心里还是装着木槿吗？可我要是好不起来呢？宫羽，我都说了我会去找罗杰医生的，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。我公司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该死的木槿，让你勾引云逸！哼，秦云逸，你别想甩掉我，你不想跟我结婚，我宫羽偏偏要嫁给你。喂，是记者吗？我要爆料，公家大小姐被人陷害，双腿受创，恐瘫痪，秦家想要退婚，
宫家大小姐身心受创，多次自杀寻死。没想到啊，秦家千辛万苦把宫羽被害的新闻按住了好几天，最终还是被曝光了。网友们都在大骂秦云逸，骂他简直禽兽不如。秦云逸现在已经骑虎难下，想不和宫羽结婚都难。秦大少这下可有的忙了。另外，关于之前杀手自杀木木的调查，有新的线索没有？没有，目前只能调查到杀手的背后组织是东欧国际，但是无法获得更多消息，极有可能是对方有意谋取的线索。东欧国际吗？这个组织里各大势力盘根错节，关系复杂。算了，这方面的调查先到此为止吧。再做下去可能会暴露我们，反而会对木木不利。我们专程在这等了半天，那小子差不多也该下飞机了吧？少爷，看，是厉少爷。哟，荣家大少亲自来迎接，厉某不胜荣幸啊！你这几年在国外，医术不知道学得怎么样了，嘴皮子倒是学得很溜。哎呦，你又是怎么知道我医术不行的？要不晚上我替你检查检查？你还是替你自己检查检查吧。晚上给厉少爷安排我们帝都最漂亮的女人，为他接风洗尘。喂，荣勋，你不带这样玩的，老子的身体可是属于未来老婆的。好了，快走吧，其他兄弟都在等着呢。我说哥几个，荣勋这小子什么时候结婚了？你们谁也没告诉我呀！刚才他把我丢楼下，转身就跑，说是去接他媳妇了。说到我大嫂啊，她简直太厉害了！哎，上一次在赛车场上，我的天！1000万的豪赌，帅气的赛车技术，还有超乎常人的身手。荣勋这小子居然找了一个如此彪悍的媳妇儿。这个女人该不会其实是个男人或者变性的女人吧？也许我有必要给荣勋的媳妇儿好好检查一下。荣勋倒是大方，给他1000万去赌。木槿这个女人果然是为了钱才和荣勋在一起的。可老子也有钱，为什么老子就不行？切！大家都在啊，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这是我的妻子木槿。你们好，我是木槿。怪不得当了30年和尚的荣勋一动了凡心就再也把持不住，原来这个女人确实是与众不同。哼，嫂子你好，我是荣勋的好兄弟陆叶。弟妹你好啊，我是厉云城，今天刚从国外回来。你敢叫弟妹？别忘了。你比我晚出生了5天。大嫂好，大嫂好。你是医生？哎，大嫂神了！你怎么知道我是医生？因为你身上有一股非常淡的消毒水味道。另外，由于你长期握着手术刀，所以你的几根手指上都有很明显的茧子。大嫂不仅眼力好，推理也是非常缜密啊。小弟我佩服佩服。你们看，我没骗人吧？我大嫂是真的很厉害。从今以后，我的大嫂就是我的偶像。其实我也没那么厉害，只是因为有个做医生的朋友，所以对医生的特点会比较了解一点。荣少爷，这是特别从法国空运来的顶级煎鹅肝。木木，这鹅肝的味道不错，多吃点。我没看错吧？从来都是外冷又内冷的荣勋，竟然会有这么温柔的一面，简直就是天下奇观呐！这个鱼有刺，我给你把刺挑出来。我的天哪，这
这个人还是荣勋吗？简直肉麻的要死啊！哎，不用这么照顾我了。傻瓜，你是我的老婆，我怎么宠你都是应该的。这主人太好吃了吧！这个鱼有刺，我给你把刺挑出来。我的天哪，这个人还是荣勋吗？简直肉麻的要死啊！哎，不用这么照顾我了。傻瓜，你是我的老婆，我怎么宠你都是应该的。这主人太好吃了吧！哎，饭也吃了，酒也喝了，咱们这样闲聊太无趣了，我们来玩国王游戏吧。哎，你们看啊，一张是王，其他的是红桃1到5，抽到王的人就能随意的指定2个号码，然后让拿着这2张牌的人做些什么，真心话或大冒险都可以。有点意思，如果大家没意见的话，那就开始吧。嘿，这把我是大王，那就让3号和5号报一下，一晚上最多几次吧。啊，那就是我和荣勋了。你们要是怕了怂了，不愿意说也行。我不记得自己一晚上几次，只要我想让他昏过去几次，应该不成问题。那个，厉大哥，你的回答呢？老子是处男，还没开过荤。厉大哥，这有什么可骄傲的？哎，下一把。轮到我了，我要看1号和2号学大猩猩走路。荣勋，我想去一下洗手间。站住！有事？离开荣勋，跟着我。我知道你是为了钱，他能给你的我都给你，只要你肯做我的女人。你凭什么以为我会抛弃他而选择你？荣勋是我的好兄弟，你这种拜金的女人配不上他。识相的就离开他，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，只要你离开他。哦，只要我离开他，你就能给我想要的一切，包括你们冷家的资产吗？你无非就是一个为了钱接近荣勋的心机女，你觉得你可能值那么多钱吗？那你觉得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凭什么以为我木槿会跟你？你不要后悔，将来荣勋看穿你的真面目，把你甩了，就算你跪着求我，我也不会看你一眼。那你就等着吧，看看会不会有那么一天。再见。今晚玩得开心吗，木木？也许我多喝了2杯，但是我要你记住，无论你遇到什么危险，都有我为你撑着。荣勋，其实你早已经一点一滴地渗透进了我的内心，就算现在我想不要你，也已经不可能了。好，木木，现在我终于可以确认，不管将来遇到什么样的阻碍，你都不会离开我。今晚玩得开心吗，木木？也许我多喝了2杯，但是我要你记住，无论你遇到什么危险，都有我为你撑着。荣勋，其实你早已经一点一滴地渗透进了我的内心，就算现在我想不要你，也已经不可能了。好，木木，现在我终于可以确认，不管将来遇到什么样的阻碍，你都不会离开我。
穆小妞，你给我安排的这个房间不错嘛，美中不足就是欧阳在隔壁，其他都很完美。好了，别贫嘴了。我刚刚得到了最新的情报，现在不光你罗杰来到了帝都，还有2个狠角色也来了。木木，你以后必须要小心一点了，他们来这里的目标肯定就是你。2个人，是东方镜和白逸晨。对，就是你那个继母的女儿，你那个名义上的姐姐东方镜。意外吗？有点意外，我已经改名换姓，离开东方家族这么久了，我以为我们之间恩怨早化解了，没想到他还是来了。上次派了卡洛迪恩都没干掉你，这次东方镜肯定是要来亲自动手，更何况和他一起来的人还有白逸晨。木木，你打算怎么对付他们？打算什么呀？碰上就碰上呗，我们穆小妞会怕他们？当初会让东方镜做东方家族的大小姐，那是因为她根本不配做咱们小丫头的对手罢了。倒也是，这种不自量力的女人就是不懂得世间险恶，在东欧国际待着多好呀，偏偏跑来找木木的晦气。看来你们家这个继母的女儿野心也不小啊。野心不大，又怎么可能妄想要掌控整个东方家族？只是她以为我东方家族几百年来都是吃干饭的吗？东方镜不来找我麻烦，我还能够饶了他一条命。可惜啊，他太不知惜福了。那白逸晨怎么办呢？那个男人可是不简单，恐怕和荣寻对打也未必会输。这个对手可得让荣大少费心了，以后秦大少什么的，统统都要靠边站喽。会是谁来了？你是谁啊？你有什么事儿？罗杰医生你好，我是之前联系过你的秦氏集团总裁秦云逸，听说你住在这里，冒昧打扰了。就是你啊！我都说了不治了，你又来干什么？罗杰医生，我不知道你出于什么原因拒绝了我，可我还是真诚的希望你能出手医治我的未婚妻。秦总裁不必废话了，反正你的未婚妻我就是不治。不如罗杰先生开个价吧，或者有什么要求，只要是秦某能够做到的，都会答应你。是谁来了？晴儿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罗杰，你先忙吧。罗杰医生，还请你救救我的未婚妻。虽然她和木槿之间有过一些误会，不过这应该并不影响你作为医生的职业道德吧？职业道德？秦总裁要是觉得我违背了职业道德，那你大可不必来求我啊。谁都知道我这个天才诡医脾气不好，没了解清楚就想找我医治，滚回去吧你！云逸，你今天有空来见我，公司不忙吗？你和木槿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？为什么他如此恨你？真的只是因为我们当初背叛了他吗？当然了，木槿一直都是嫉妒我，因为你最后选择了我，所以他要报复我。云逸，你可不能被他骗了。我刚才去找罗杰医生，被拒绝了，但没料想木槿和他认识，所以你有什么事情瞒了我的话，就赶紧告诉我，不然你的腿就别想好了。云逸，你不相信我，你怎么可以不相信我呢？你的伤，我会再想办法。和你的婚事也会举行，你们宫氏集团我也会救。不过你最好没有什么事情骗了我，不然我也有办法让你生不如死。真的吗？云逸，你真的会和我结婚吗？
是的，我已经决定了，10天之后就举行婚礼，秦家和公家将正式联姻，所以在此期间，你最好乖一点。还有，为了更好地展开商业合作，秦氏集团将会全资入驻你们公家，记得告诉你的父亲。这个时候秦家入驻我们公家，那不就是趁人之危吗？明面上还是公氏集团，背地里我们公家却换成了你们秦家主导。哼，我和你公羽结婚，不过是做给外人看的，完全是为了秦氏集团和我的利益罢了。我真正认同的妻子人选只有景儿，从来都不是你。你好好休息吧，有空了我会再来看你。接下来就该是你荣寻了，别怪我不客气，你荣寻再厉害，也斗不过我堂堂秦门少主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低调隐忍多年的秦家，为什么对我们突然发难？我们已经有不少地盘受到了他们的挑衅和重创。少爷，我刚刚得到牵引卫传来的消息，秦门的行动虽然暂时对我们造成了些许影响，但他们这次行动也暴露了隐藏多时的秦门少主，竟然就是他秦云逸本人。原来是他，这就解释得通了。我现在就去现场，你马上把没有收虫的地方保护出来，不能让秦门肆意妄为下去。少爷，不如我去处理吧。您的身份特殊，一出事，荣家怎么办？这种时候我得亲自去，你就留在这里，替我把该断的尾巴断干净。跟踪我，胆子倒不小，那就看看谁更快。什么？竟然有2辆车！云特主，找我有什么事？你们少爷呢？少奶奶不好了，少爷在开车的时候被人暗算，出车祸坠崖了。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了，现在还没有找到。知道是谁干的吗？已经可以确定了，是秦门。秦门，你们给我等着！这家夜总会我还来过几次呢，没想到竟然是秦门总部。木木，你真的要平了这里？没有人可以伤害我的男人。既然秦门伤了荣寻，就要付出代价。现在客人已经走光了，他们要关门了。动手吧，你去侧翼警戒，正面我一个人就够了。快联系少爷！一发火箭弹可不够呢。是谁？是什么人在动手？秦云逸，你果然就是秦门的掌权人。荣寻的遇险肯定和你脱不了关系。秦云逸，今天给你个教训，记住了。门主，你看，就是那个人。门主，那个人跑了，追还是不追？先把总部的重要物品全部移出来，然后给我查，到底是谁胆敢来挑了我秦门的总部？
山壁非常陡峭，而且不少阴暗潮湿的地方已经长了青苔。如果我们要徒手攀爬下去，将会十分困难。这里再危险，我也要下去。爬吧。荣勋，你放心，万一你死了，我一定会让所有与这件事情有关的人都给你偿命。少夫人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实在是不放心，必须亲自来看看。刚刚才从上面下来。少奶奶，你们该不会就是这样一路爬下来的吧？你们现在有查出什么吗？很遗憾，我们目前还没有少爷的消息。这里都是车子的废片，看来少爷可能是凶多吉少了。没有看到尸体，就说明还有希望。我们找吧，一定要把他找出来。登录各大漫画平台，观看后续剧情哦。将你姓名刻在眼中，将你泪水化作彩虹。我的宿命是对你较宠，将你的肯定视作光荣，不想珍惜举世传颂，只想看你笑得从容，的一个眼神就准备好为你重逢，不想做到英雄。